弹劾美国总统是一个复杂又谨慎的程序。迄今为止，在美国历史上遭到弹劾指控的总统仅有4名：约翰逊、尼克松、克林顿是和特朗普遭遇同一命运的人。想要弹劾一位美国总统，他需要被认定要有叛国、受贿或其他针对国家犯罪的行为。但美国宪法并未说明什么是针对国家的犯罪行为，所以弹劾的启动需要国会的判断。例如1996年，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莱文斯基发展为情人关系。1年后，莱文斯基向闺蜜崔普透露此事，没想到谈话被崔普秘密录音。事件曝光后，克林顿甚至在宣誓的情况下都称自己和莱文斯基没有性关系，公然撒谎。最后，一件沾有克林顿总统精液的蓝色洋装，莱文斯基本想把这件衣服留作纪念，却成为了关键性证据。化验结果出炉后，克林顿不得不向全国人民道歉。I agree with those who have said that in my first statement after I testified, I was not contrite enough. 1972年总统大选，时任总统尼克松为了取得民主党内部竞选策略的情报，在连任竞选中取得优势。6月17日，由尼克松竞选班子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克德为首，一行5人潜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事件曝光后激怒全国，水门事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之一。And in all of my years of public life, I have never obstructed justice. And I think, too, that I could say that in my years of public life, that I welcome this kind of examination, because people have got to know whether or not their president's a crook. Well, I'm not a crook. 约翰逊是林肯被刺后就任的美国总统。1868年，因在处理内战问题上对南方持宽容态度，引起了国会激进派的不满。双方经过几轮斗争后，约翰逊因涉嫌违反任期办公室法，被指控擅自解雇战争部长，被众议院弹劾。而特朗普被弹劾的原因是什么呢？特朗普是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的唯一候选人，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曾任美国副总统的民主党人乔拜登。9月，一位告密者称，特朗普在7月25日的早上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要求乌方调查拜登父子在乌克兰的商业行为，借此在连任竞选中取得优势。这通电话的完整笔录封存在一个高度机密的计算机系统中。同时，根据法新社报道，事发当天，特朗普施压电话打完90分钟后，一名美国预算官员让五角大楼暂缓对基辅的军事援助。证据表明，特朗普涉嫌为了竞选优势，以美国4亿军事援助为筹码，向乌总统施压，试图利用乌方调查竞选对手。接到告密者投诉状的就是美国众议院。众议院是国会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参议院，他们共同掌握着国家的立法权。以总统为首脑的行政机构掌握着美国行政权，美国最高法院代表司法权，国会通过控制财政和弹劾制度制衡总统及政府的行政权力，所以弹劾程序就起始于众议院。众议院的议长南希·佩洛西虽与特朗普党派不同，但一直主张不轻易弹劾。然而这一次面对通乌门，他不得不审查并开启弹劾程序。2019年9月24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弹劾启动，并任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来领导调查。这一阶段，调查人员要调查取证，看特朗普的行为能否上升到起诉水平，即特朗普是否存在针对国家的犯罪行为。首先进入闭门取证阶段。9月27日，众议院向白宫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放传票，要求他在10月4日前递交事件有关文件，以配合弹劾调查。10月份，美国众议院有关人员先后与关键性证人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约万诺维奇、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威廉泰勒举行听证。证人证明，特朗普以约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为筹码做交换，向乌总统施压，要求其调查拜登父子。接下来是公开听证阶段。这个阶段，众议院要召开多场公开的听证会，传唤证人列席。白宫方也可以推出己方证人与证据，反驳对方证词或者质询证人。12月3日，经过大量调查听证，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投票表决通过总统弹劾报告，列出大量有关特朗普施压乌克兰的证据。随后，弹劾进入第2阶段，起草弹劾条款。这一阶段类似于写起诉状。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会咨询法律专家有关弹劾总统的宪法基础，并对总统提出正式指控。12月13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了针对特朗普总统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调查的2项弹劾条款。
这意味着总统弹劾调查进入了众议院全体投票阶段。按照简单多数原则，只要过半数通过，我们就可以称这位总统被弹劾了。12月18日，经过全体投票，众议院通过了特朗普的弹劾条款。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第3位被正式弹劾的总统。当前特朗普的弹劾案就进行到此处。之前提到的尼克松在众议院进入全体投票之前就主动辞职，所以严格来说他不算被弹劾。众议院的弹劾工作告一段落，众议院决定了一个总统是否被弹劾，而接下来的参议院投票就决定了这位总统是否会被罢免。如果参议院以2/3多数或67%的票数通过，被告即自动被解职，总统会撤出白宫，由副总统接任。这次参议院的投票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正常将会在2020年1月份第2个星期开始审议，届时将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审议。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位总统通过参议院投票被罢免。你认为特朗普会被罢免吗？ I know of a much nicer hotel. It's brand new. Yeah, sir. You might want to send a maintenance man over to that office across the way. The lights are off and they must be looking for a fuse box or something because them flashlights, they're keeping me awake.